请喝茶。叫早了，喊阿姨。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不叫你亲妈来，叫妾来。有请新人向长辈敬茶。爸，请喝茶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妈，请喝茶。再叫一声，我妈可能没听见。妈，请喝茶。妈，您请喝茶。这茶嘛，这茶嘛，也不是谁敬的茶，我都喝。我们孙家在桐城有头有脸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端杯茶来，我都得给面子。哼，妈，清许都叫你好几声了，这么多亲戚看着呢。心疼啊！我这是替你调教媳妇儿，现在不立好规矩，以后她骑到你头上。妈，请喝茶。现在年轻人真不懂规矩，敬茶都不会，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教的。妈，请喝茶。对了，改口费10001，万里挑一。怎么，没人跟我提？想白捡一声妈？太欺负人了！第一次上门，婆婆嫌瘦，生不出儿子；订婚宴嫌酒店档次低，装修婚房3天2头指手画脚。孙明义永远说：“妈就那脾气，你让着点儿。”怎么，叫不出来了？诚心敬茶就跪着等，等到诚心为止。妈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我闹，是他不懂规矩。清许，你干什么？我还没让你起来呢！你这个疯女人，你敢泼我！反了，反了！保安，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！沈清许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我清醒得很。这杯茶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敬，你配吗？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你爸开出租，你妈收银，你们全家都是下等人。我肯让你进门，是你的福气。姓孙的，你说谁是下等人？你们看看他，婚礼泼婆婆茶水，这是人干的事儿。孙明宇，你今天不教训他，就不是我儿子。孙明宇，你配不上我。爸妈，我们回家。让他走，走了就别回来，我们孙家不稀罕。青雨，妈问你一句，想好了再说。这个婚，你还要不要结？不要了。你先别下车，爸去看看。不用，该面对的总要面对。清许，叔叔想跟你谈谈今天的事儿，你婆婆做的确实不对，叔叔替她跟你道歉。但是，你看今天这么多亲戚在场，你这么一闹，你婆婆的脸往哪儿搁？孙家的脸往哪儿搁？明宇回去之后，一个人关在房里，一句话不说，我看着心里难受啊。你能不能回去把今天的流程走完，哪怕做个样子，让亲戚们看个圆满？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，行不行？叔叔，我问您一个问题：如果今天跪在那里的是孙明宇，叫了6声妈没人理，你会让他回去吗？叔叔，您是好人，但您的好是用别人的委屈换的，这个委屈我不受了。清许
你太帅了，我录了全程视频，存了好几份，婚庆公司也有录像，你要不要看？录像发我一份。分手容易，收场难。红本本还在孙明宇那里，法律上我还是他的妻子，离婚必须离。清雪，快看朋友圈，孙玉梅那个老妖婆发朋友圈了。今天儿子大婚，儿媳妇敬茶。虽然家境普通，但孩子有孝心，做长辈的就知足了。家和万事兴。听说婚礼出了点状况，年轻人不懂事，已经批评教育过了，大家别担心。批评教育，谁批评谁？这就是他说的孝心。天哪，这也太过分了！跪着叫六声妈都不理，还发朋友圈装好人，脸皮比城墙厚。清许你太刚了，就该这样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他的真面目。我是不是做的太绝了？绝个屁！他都骑你头上拉屎了，你还给他地址？你没错，从头到尾都没错。沈清许，你疯了是不是？沈清许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发那个视频什么意思？你让我以后怎么做人？阿姨，您说的所有人是看了您朋友圈的人吗？阿姨？你敢叫我阿姨？你跟我儿子领了证，法律上就是我儿媳妇。很快就不是了。你以为离了婚就完了？你害我们孙家丢尽了脸，这事没完。那套婚房首付有我们孙家的钱，你别想独吞。3万块钱，说的像出了半套房似的。你瘦了。别兜圈子，直接说正事。清雪，对不起。我不想听对不起，我想知道离婚手续什么时候办？能不能不离？我们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离婚？昨天的事儿，你觉得我们还能好好的？我妈她知道错了，她回去哭了很久，说不该当众给你难堪。你再给她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行不行？孙明宇，你了解你妈吗？她现在说知道错了，是因为事情闹大了，不是因为觉得对不起我。她是哭自己丢了面子，还是哭做错了事？3年前你说等结婚就好了，1年前你说等搬出去就好了，昨天你说再叫一声就好了。我听了你3年，忍了你妈3年，换来婚流上当众被羞辱，你觉得我还能信你？那是我妈，我不能跟她翻脸。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，所以你就选择伤害我。我们之间的问题从来不是你妈，是你永远不敢站出来，永远把我妈不容易当理由。离婚吧，体面一点，好聚好散。好，后天上午9点，民政局门口见。好。10年感情，说不难过是假的，但比起委屈一辈子，短痛算得了什么？谈得怎么样？后天去办离婚。恭喜脱离苦海，晚上火锅给你办单身派对。好。对了，你那个视频火了，有人传到短视频平台，播放量破100万了。这婆婆也太恶心了，活该被泼。新郎全程木头，嫁过去才是倒霉。新娘好飒。原来大家都看得清。这个新娘我认识，叫沈清许。她婆婆在本地群里发语音，说她骗婚、骗彩礼、骗房子，说的可难听了。这个沈清许就是个骗子，跟我儿子谈恋爱就是为了钱。婚房我们孙家出的首付，他1分没出，彩礼18万8全拿回娘家了。我昨天不接他的茬，就是因为他不配。他现在闹这一出，就是想白拿我们孙家的钱。
婚房首付我爸妈出25万，我自己出8万，他只出3万，到他嘴里成了孙家全款。彩礼18万8，我一分没动。本来打算买家具，现在全退给他都没关系，他居然敢说我骗婚。清徐，你听到没有？那个老妖婆造谣，气死我了！我要去撕烂她的嘴。唐林，别急，我能不急吗？她胡说八道，所有人都以为你是骗子。我有办法，但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你说。帮我联系一个律师，我要告的是造谣的人。他想让我身败名裂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沈女士您好，唐妮已经跟我说了基本情况，我先跟您确认几个事实。第一，婚礼当天您是否当众下跪敬茶，连续叫6声妈，对方未回应？是。第二，您泼茶发生在对方拒绝回应之后？是。第三，对方在微信群声称您骗婚、骗彩礼、骗房子，这些言论完全不属实。完全不属实。婚房首付我父母出25万，我自己出8万，对方只出3万，彩礼18万8，我一分没动，随时可以退还。沈女士，这个案子我可以接。从法律角度，您泼茶属于情绪失控的应激反应，不构成侵害，反倒是对方散布不实言论，已经涉嫌诽谤。我的建议是，先保存所有证据，不要网上对骂，先发律师函警告，对方不道歉，我们直接起诉。好，都听您的。清许啊，我是明宇表姐，今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你婆婆做的不对，但你也别太冲动。你跟明宇这么多年感情，说散就散太可惜了。听表姐一句劝，给明宇一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婚姻不是儿戏，离婚不能冲动。表姐，谢谢你关心，但我已经决定了，不会改。清许，你婆婆就是嘴硬心软，她其实很喜欢你的，就是拉不下面子。你回去给她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表姐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你泼茶那一下确实过分了，那么多亲戚看着，你婆婆脸上挂不住。你回去道个歉，态度诚恳点，她肯定原谅你。表姐，我不需要她原谅，因为我没做错任何事。果然是一家人。清许，我妈今天住院了，昨天被你泼了茶之后，头疼血压特别高。什么意思？她毕竟是长辈，你能不能来医院看看她？现在网上造谣吓唬，再让亲戚劝，现在又装病卖惨，一环扣一环，就是想让我低头。我明天上午在民政局等你。你妈那边离婚之后，我可以去看望，但离婚之前不会去。我再也不会为了任何人委屈我自己。来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们解除婚姻关系。清许，我能最后抱你一下吗？不能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陌生人了。对不起，清许，对不起。你不需要跟我道歉，你需要道歉的人是你自己，你辜负了你自己。有些人只陪你走一段路，到站了就该下车了。清雪，这边庆祝你重获自由。太甜了。对了，林律师说律师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同意的话，今天就发出去。发吧，让他知道，不是谁都可以随便欺负的。干杯！祝清许脱离苦海，重获新生。干杯！
清雪，那个孙玉珍收到律师函什么反应？林律师说他反应很激烈，骂了10分钟，说不怕告。他还横，等官司输了有他哭的。对了，他会不会去你公司闹啊？我看网上那种恶婆婆都喜欢去儿媳妇单位撒泼，应该不至于吧？清雪，我妈收到律师函气疯了，她说要去你公司闹，让你身败名裂，你小心一点。谢谢提醒。他还真敢去，太不要脸了！他凭什么去你公司闹？他有嘴，会说谎，但我有证据，有证人。他想让我身败名裂，那就来吧，看看最后身败名裂的是谁。他果然来过了。清雪，你来一下我办公室。清雪，周姐问你一句实话，上周五那个中年妇女来闹，她说你骗婚骗钱，是真的吗？周姐，全是假的。我就说嘛，你跟小孙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看着你们走过来的，你怎么可能是那种人？那个老太太一看就不是善当，说话夹枪带棒的，闹了半个多小时，保安才把她请出去。老板那边我已经解释过了，老板说清者自清，不影响工作就行。你好好干，别的别多想。谢谢周姐。谢什么？对了，你那个视频我看了，播得好。清虚姐，你太帅了！那个老太太来闹的时候，我差点跟她吵起来。谢谢你，小陈。不客气，那种人就不该惯着。我以为所有人都会信他的谣言，原来公道自在人心。林律师，他上周五来我公司闹过，我想起诉。沈女士，如果起诉，胜算很大。我们有完整证据链，婚礼视频、微信群录音、公司闹事监控叠加在一起，他没有胜算。但起诉意味着时间和精力消耗，事情会持续发酵，你的生活会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。你想好了吗？我想好了，他都闹到我公司了，我退一步他就进一步，我不能让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他说的那种骗婚的人。我的名誉我自己挣回来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起诉材料。另外，起诉前建议你先把彩礼和3万首付退回去，堵住他的嘴，防止他反咬。你说的对，这笔钱我本来就没打算要。明天上午10点，婚房收拾东西，彩礼和3万首付一并退你，卡号发我。清雪，你真要做的这么绝吗？这不是绝，是清账。婚没结成，彩礼本来就该退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两清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账清了心就安。你来了。我来拿我的东西。清雪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？什么事？你恨我吗？我不恨你，我只是很失望。对不起。你说过了。再见，孙明宇。起诉材料已提交，法院已立案，传票会在1周内送到被告。终于走到这一步了，孙玉珍，我们法庭见。错的人、错的事都留在身后，往前看，才是新生活。清雪，孙玉门安静了3天，终于又作妖了。他又干什么了？
他找了本地自媒体发了篇文章，标题叫《新娘婚礼泼婆婆，背后真相令人震惊》。我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，好不容易娶媳妇儿，结果他婚礼上当众泼我茶，让我在全村人面前丢脸。他跟我儿子结婚就是为了钱，婚房写他名字，我们孙家出首付，彩礼18万8全拿回娘家。我现在血压高的下不了床，儿子也得了抑郁症，班都上不了，这个社会还有天理吗？前几天还生龙活虎去我公司闹，儿子得抑郁症，他昨天还问我吃饭了没。太能编了，评论区居然还有人信他。有人骂儿媳过分，有人说婆婆先刁难的，两边吵得不可开交。我现在就去找那个自媒体，让他们删文章。不用，让他发。你疯了，让他继续造谣。他造谣的证据越多，我们胜诉的把握就越大。让他再跳几天，跳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这就是那篇文章里说的真相。我靠，这就是他说的被欺负，跪着叫6声妈不理，这叫被欺负。婆婆演技比奥斯卡影后还好，前一秒装高冷，后一秒这种恶婆婆就该告她诽谤。清许你太牛了，视频上热搜了。婚庆公司摄像师也出来爆料了，说孙玉珍让删视频，他们留了原始素材。还有孙明宇同事也出来了，说他根本没得抑郁症，今天正常上班。请问是沈清许吗？我是孙玉珍的哥哥孙有福。您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清许啊，我妹妹做的不对，我这个当哥哥的替她给你道歉。玉珍从小就好强，嫁到孙家后，孙德厚又没主见，什么都顺着她，就越来越觉得自己对。这次她惹的事儿太大了，网上那么多人骂她，她受不了，昨晚哭了一整夜。孙德厚也气得要跟她离婚。叔叔知道让你受委屈了，你看能不能撤诉？我们私下解决，他给你道歉，赔偿也行。叔叔，谢谢你愿意讲道理，但撤诉不可能。孙玉珍女士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，婚礼羞辱我，朋友圈装好人，群里造谣，去我公司闹，找媒体抹黑我，每一件事她都做得出来。现在知道疼，就想私了，晚了。我理解，清许，叔叔谢谢你，没把事情做得更绝。我不是心软，是不想跟烂人纠缠，但该讨的公道一分都不能少。哥竟然去跟那个小贱人道歉，他算什么东西？孙玉珍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跟你30年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从来没跟你红过脸，但这次你做的太过分了。清许那孩子，逢年过节给你买东西，你生病他来照顾，你挑剔他，他从不还嘴。这样的儿媳妇，你去哪儿找？可你呢？婚礼让他跪着叫6声妈不理，群里造谣人家骗婚，跑到人家公司去闹，还找媒体抹黑。现在亲戚们怎么说你？说你是恶婆婆，说你心肠歹毒，你满意了？你居然帮着外人说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呀，为了你儿子。为了这个家，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的面子。再不收手，这个家就散了。清许姐，你太飒了，那个恶婆婆终于被锤了。就是，网上现在全是骂她的，活该。好了好了，别围着清许了，干活去。老板说了，你这事儿处理得好，不卑不亢，年底平胸，优先考虑你。谢谢周姐，谢谢老板。清许姐，楼下有法院的人说找孙玉珍送传票，找到公司来了。那跟你没关系，别管。
应该是法院传票送达，他的顾札丽可能留的是以前的地址，找不到人就送公司来了。传票到了，这场仗终于要正面打了。他真的告我了，他居然真的敢告我，怎么办？真的要打官司？要是输了，我以后还怎么见人？明宇，你快回来！那个贱人把我告了，法院传票都来了。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真起诉了？他就是个白眼狼，我不就是说了他几句吗？他居然告我诽谤！你那叫几句？你到处造谣人家骗婚骗钱，换谁都告你。你还帮他说话？我是你老婆。你做的对，我帮你；你做的不对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妈，现在怎么办？林律师说我们证据不足，胜算很小。什么胜算小？我就不信了，他一个小辈还能翻了天？我不去开庭，看他能怎么样。妈，缺席审判的话，法院会直接判我们输，到时候强制执行更丢人。那怎么办？难道真要我跟他道歉？我不，我死都不跟他道歉！你自己闯的祸，自己收拾。我劝你最好跟人家好好协商，争取和解，不然真判下来，你脸丢得更大。对方律师联系过我，提出和解，说愿意私下道歉，赔偿5000块，让你撤诉。5000块？他造谣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后果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对方没什么诚意，就是想花钱了事。我这边证据都整理好了，婚礼视频、录音、公司监控、自媒体文章、转账记录，形成完整证据链。开庭那天你不用紧张，如实陈述就行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，辛苦你了，林律师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他跟我儿子结婚就是为了钱，婚房写他名字，我们孙家出首付，彩礼18万8全拿回娘家。被告，你对以上证据有异议吗？我没有异议。你是否承认你发布的言论属于虚假信息？我承认。审判长，鉴于被告已承认其行为，我方请求法庭依法判决。被告孙玉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，在公开发行的报刊及网络媒体上刊登道歉声明，消除对原告沈清许名誉造成的不良影响。被告孙玉珍赔偿原告沈清许精神损害护发金人民币2万元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，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都是你害的！要不是你不管我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害了孙玉珍，自己作的孽，现在怪到我头上。行，你继续做，我不拦你了。恭喜你，沈女士，你赢了。我没有赢，我只是讨回了公道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把这段时间失去的一点一点找回来。那祝你一切顺利。谢谢林律师。终于结束了，孙玉珍、孙明宇烂人烂事都到此为止。太解气了！那个老妖婆也有今天，登报道歉赔钱，活该。对了，他上诉了吗？没有，上诉期过了，判决已经生效了。他道歉声明发了吗？发了，报纸和网上都发了，写得很敷衍，但好歹是道歉了。敷衍也是道歉，反
反正所有人都知道他造谣了，他名声早就臭了。听说孙德厚跟他分居了，孙明宇也搬出去住了，真是众叛亲离。他们怎么样跟我没关系了。拉黑了。有些人不值得一次原谅，有些对不起说出口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。不说他们了，敬我们，静心生活。清许，来一下我办公室。好消息，公司有个晋升名额，老板点名推荐你。我？你这半年业绩大家有目共睹，上次的风波你处理的沉稳大气，老板很欣赏。策划部主管的位置你考虑一下，薪资涨30%，带5个人的小团队。谢谢周姐，我愿意。那就好好干，下周走程序上任。原来认真生活，努力工作，真的会有回报。那些打不倒我的，终将让我更强大。升职了，太棒了吧！晚上必须庆祝。好啊，老地方川菜馆。对了，还有个事儿跟你说，我表哥他们公司招策划总监，薪资翻倍，平台比你现在大很多。我把你简历推过去了，对方很感兴趣，想约你面试。这么突然啊？机会难得啊，你现在也有管理经验了，去试试呗。就算不成，也长长见识。好，你把对方信息发我，我约时间。沈女士您好，季总在会议室等您，这边请。星荒是业内头部公司，季怀安更是业内有名的策划大神，不知道面试会不会很难？沈清许，你好，我是季怀安。季总监您好，我是沈清许。请坐。你的简历我看过了，过往案例很亮眼。我看你之前做的几个品牌全案，思路很新颖，落地性也强。谢谢季总监认可。我比较擅长从用户情绪切入，做有共鸣的内容。沈清许，欢迎加入星辉，下周1可以入职吗？可以，谢谢季总监。叫我季怀安就好，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。面试过了，下周1入职。这位是沈清许，新来的策划主管，以后负责美妆线项目。你的位置，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。好的，谢谢季总监。难怪他年纪轻轻就能做到总监，确实有真本事。还没走？方案还差一点，改完再走。季总监也加班。有个项目要赶。之前看你简历，在原来公司做的挺好的，为什么想换工作？之前经历了一些事儿，想换个环境，重新开始。新环境新气象，你能力很强，在星辉会有很好的发展。谢谢。清许，你们那个季总监真的像传说中那么帅吗？确实挺帅的，而且人很温和，专业能力超强。哦，温和帅，我们清许居然夸男人啊！正常评价而已，人家是我上司。上司怎么了？上司也可以发展发展啊！你都单身3个月了，也该考虑下一个了。算了吧，刚经历完糟心事，暂时不想谈恋爱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对的人出现的时候，你挡都挡不住。你真的变了，变强了，也变酷了。人总要长大的。我要是消费者，看了绝对想买。方案很完整，创意和落地性都在线。
就按这个方向推进。清许，这个项目你来总负责。好的，季总监，我一定做好。做得很好，刚才汇报很稳。谢谢季总监鼓励。我说的是实话。刚下班？方案最后核对一遍。季总监也刚走。这么晚了，你一个女生不安全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不用，我打车就行。顺路，我住你家附近，上车吧。项目上线后，给你们组放2天假，这段时间辛苦了。谢谢季总监。其实还好，做喜欢的事不觉得累。我也是。今天谢谢你，季总监。那我先上去了。等一下，下午客户送的樱花酥，我不爱吃甜的，你拿回去尝尝。啊，谢谢季总监。早点休息。明天见。他好像有点不一样。对了，下周3行业峰会，你跟我一起去，认识一下业内的人。好的，季总监。张总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沈清许，这次美妆项目的总负责人。年轻有为啊，季总监手下果然人才横横。张总过奖了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。今天表现很好，还是季主监带的好。你自己能力够，跟我没关系。沈清许，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你啊。1年前行业沙龙，你上台分享过一个公益策划案，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女生思路很特别。这次招聘看到你简历的时候，我还挺意外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都不知道。所以不是巧合，是我特意想让你来的。季总监，私下没人的时候，叫我季怀安就好。我知道你之前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，我不急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很欣赏你，欣赏你的专业，欣赏你的韧性，也欣赏你骨子里的那股劲儿。你可以慢慢考虑，在那之前，我会以同事、朋友的身份，好好跟你相处。季怀安，今天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周末有空吗？附近美术馆有个设计展，我有2张票。好啊。那周6上午10点，我来接你。好。原来，被人真诚的喜欢和欣赏，是这种感觉。今天的展，你最喜欢哪个作品？那个新生系列，用破碎的材料拼出花朵，感觉像绝境里开出花来，很有力量。我也是，看到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想到了你。清雪，我知道你还没准备好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等你愿意敞开心扉的那天，等你愿意相信，不是所有人都会让你受委屈。可以吗？我曾经以为婚礼那场雨会浇灭我所有对爱情的期待，原来错的人离开是为了给对的人让路。好好爱自己，总有人会带着真诚和偏爱向你奔赴而来。